民数记4章34到49节记载了摩西、亚伦和以色列首领们按着神的吩咐统计了哥辖、革顺和米拉利3个家族的利未人，他们被分配了不同的工作，有的负责抬运至圣之物，如约柜、金灯台，有的负责帐幕的罩棚和帷幔，有的则搬运柱子、绳索和钉子。从这份清单，我们看到神的安排井然有序，每个人都有合适的工作，没有谁的角色比较高贵或低微。如果缺了一个环节，会幕就无法顺利建立，神的计划也无法实现。这提醒我们，在神的国度中，每个人的位置都重要，每个人都被呼召来完成特定的使命。快传球，这里，这里！志祥在球场上疯狂挥手，但他的队友直接无视他，把球传给了另一个比较抢眼的球星。这场高中篮球决赛对志祥来说，是他最后的机会证明自己。他不是球队里最耀眼的明星，没有最强的灌篮，也不是3分球高手，但他知道自己拥有稳定的传球能力，良好的视野，他是个称职的控球后卫。可是没有人在乎，所有的焦点都在队上的明星射手永杰身上。他得分惊人，人气超高，连啦啦队都为他疯狂尖叫。志祥心里苦笑，我真的这么没用吗？如果我不在场上，会有人发现吗？比赛进行到最后2分钟，双方打成平手，场上的气氛紧张到快窒息。突然，对手采取严密盯防，把永杰完全锁死，让他无法出手。全场观众都屏息等待，教练急得在场边大吼：找空档，别勉强投！就在这时，志祥冷静观察到对方的防守重心完全偏向永杰，而另一边的队友生态竟然完全没人盯防。志祥没有犹豫，迅速运球突破，吸引防守，然后一记精准的传球，让生态在3分线外空档投篮，球进了。哨声响起，比分超前，全场爆出欢呼，生态成了英雄。志祥气喘吁吁地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却没有失落，反而有种深深的满足感。赛后，教练拍了拍志祥的肩膀，今天的关键不只是投进那颗球，而是你看见了别人没看到的机会，并且做了最正确的事。这时，志祥才恍然大悟，如果我不在场上，球队就少了一双冷静观察的眼睛。如果我不传那颗球，我们可能无法得分啊。他不需要成为最耀眼的球员，只要忠心做好自己的角色，他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民数记4章34到49节描述利未人的分工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抬约柜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至圣所，但没有负责搬运帷幔、柱子的工人，圣幕就无法建立。在教会或生活中，我们可能会羡慕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牧师、领唱、讲道者，
却觉得自己的服事微不足道。但事实是，在神的家中，你或许是音控，但没有你，敬拜团就无法运作顺畅。你或许是招待，但没有你的笑容，来教会的新朋友可能觉得陌生和不自在。你或许是默默代祷的人，但你的祷告可能正在影响一个人生命的转变。愿我们都能像利未人一样，被神指派到特定的岗位，忠心完成神所托付的角色，因为每个位置都重要，而你就是神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